如果有人在10年前告诉你，所谓的全球霸权根本不需要一枪一弹，只需要几个集装箱、几条铁路和一些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稀有金属，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老头子疯了？甚至如果我告诉你，当你还在盯着每天的股价涨跌，盯着华尔街那些只会做精美幻灯片的分析师争论脱钩还是去风险的时候，这个世界最大的一场赌局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大多数人，包括我见过最聪明的基金经理，都错过了一件事。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博弈，以为这只是中国下了一步好棋，大错特错。这不是一步棋的问题，中国不只是下了一步棋，他们修改了棋盘的规则。而现在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那些坐在欧洲议会里争吵不休的官僚，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拼命地在已经倾斜的棋盘上试图维持平衡。这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还在争论甲板上的椅子该怎么摆放一样荒谬。你真正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现在买什么股票，不是英伟达下个季度会不会涨，而是利用我常说的那句老话，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去想一想，如果这场棋局在10年前就已经定局了，那接下来的10年，对于你口袋里的钱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我要用我这99年的人生经验，带你看清这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真正决定未来的庞氏骗局的反面，一个基于长期主义的超级护城河。做好准备，这段分析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因为它会挑战你过去30年从电视和报纸上学到的所有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认知。但就像我说过的，如果你想获得智慧，就必须准备好接受痛苦的真理。如果你回头看，慢下来，关掉那些嘈杂的新闻噪音，关掉那些每秒钟都在跳动的红绿数字，仔细运用你的观察力，你会发现一件极度反常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对抗复利的力量，而更大的傻瓜是那些在复利效应已经启动了10年后才假装惊讶的人。在过去的10年里，当世界其他的聪明人都在忙着搞金融工程，忙着回购股票，忙着每隔4年换一个领导人，然后推翻前任的所有政策时，中国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言行一致倾向的极致体现，但在战略上，这叫构建护城河。他们的眼睛只盯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路。这是一种哪怕需要20年才能看到回报的布局。在一个崇尚即时满足，人人都在追求季度财报比上一季度好看的世界里，这种行为简直是异类。中国默默的、痛苦的延迟满足，布局了自己的制胜一击。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华尔街最不愿承认的方式，告诉你真相。你不会靠着反映对手的每一步棋来赢下棋局，你靠的是看到10步之外，而中国他们看的是20步。10多年前，这帮人就参透了一个最简单却最残酷的商业现实，也就是我常说的硬资产的垄断性。谁掌握供应链，谁就掌握未来。听着，这不复杂，不需要你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也能听懂。真正的力量不是谁的军队嗓门最大，不是谁在联合国的演讲最漂亮，真正的力量是谁掌握了所有国家不得不买的东西，能源稀土。微晶片的基础材料，那些你看不起的制造工厂，那些深水港口，那些连接大陆的科技基础设施。于是当其他国家在7国集团峰会上大谈全球领导力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时，中国默默地掏出真金白银，买下了领导力真正的建筑材料，
让我给你一个画面，这简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超级叠加效应的完美范本。希腊的一个关键港口现在是中国人的，非洲的多个关键处，海口是中国建的亚洲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是中国铺设的欧洲腹地的物流工厂，是中国投资的中东的石油结算体系正在向中国倾斜，以及一系列你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但矿产资源丰富的小国都与中国建立了深度合作。这不是运气，这不是巧合，这就是我说的复利效应在国家战略上的体现。他们没有提高音量，他们提高的是筹码。他们不只是在建路，他们是在建立依赖。他们不只是在签协议，他们签下的是未来的控制权。而最高明的是，这简直是人类心理学误判的经典案例。没有人觉得受到威胁，至少在当时没有。这就像你在温水里煮青蛙，当水温只上升1度的时候，青蛙觉得很舒服。当青蛙意识到水烫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午餐。各国的政客当时认为那是好生意，因为他们需要政绩来赢得选票。西方的首席执行官们认为那是便宜劳工，因为他们想要更高的每股收益来兑现期权。消费者认为那是更低的价格，因为他们想要廉价的商品来维持生活水准。但在所有这些笑容和贪婪背后，中国正在砌起一座结构，一座10年后变成无人能逃的像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稳固的护城河。因为当你控制了别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你不需要推他们。根据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双重法则，他们自然会向你靠过来。你看到了什么？现在的世界陷入了一种恐慌。日本想要切断中国的供应链掌控，美国想限制中国的产能。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掌握了全世界1半的工厂产能。各国想要降低依赖，但这太迟了。这种依赖已经刻进了全球经济的操作系统里，就像你想把面粉从已经烤好的面包里分离出来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魔法，也不是运气，这只是耐心和极度理性的结果。这里有一句大部分主流媒体主播不敢说的话，因为这会打破他们的叙事泡沫。中国赢下许多战役时，世界甚至还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因为最大的胜利往往是看不见的，它们是慢慢发生的，静静的，一步一步的，利用了人类大脑最容易忽视的对比错误反应倾向。微小的变化因为太微小而被忽略，直到有一天全世界醒来，才发现棋盘已经彻底变了。而你可能会问，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日本和美国，他们拥有最顶尖的智库，怎么会忽略这些？好，这正是我们要讲的下一段，也是最讽刺的一段。如果说中国在10年前就布好了局，再下这盘复利大棋，那今天日本和美国就不是在下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打地鼠。老赌徒都懂得一句话，也是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常说的：当你没看到第一步，你永远会反应太慢。先说清楚，日本与美国不是弱国，他们依然拥有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力量，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他们自身的制度缺陷和短视所造成的死局。美国4年换一次领导人，政策像钟摆一样摇摆，这一任总统签的字，下一任总统可以当废纸扔掉。日本的政策每遇到新危机就大幅调整，永远在救火。这2个国家花更多时间处理当下的民调和选票，而不是规划10年、20年后的局势。这在管理学上叫什么？这叫多动症。与此同时，中国利用这些年，利用这种时间套利，
打造出一个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按它的规则走的系统。我给你一幅简单的画面，对比一下这种战略效率的差距。美国做一个制裁动作，中国早就准备好了 B 计划；日本做一个技术封锁动作，中国已锁定了上游的关键资源，两国想在海上封锁中国。中国已和3个新伙伴打通了陆路通道，这不是戏剧，这只是数学结果。当一个玩家研究整张地图，运用多元思维模型去布局，而另外2个玩家只研究眼前的这一步棋，结局是注定的。简单来说，日本与美国现在是在应对，而中国是在主导。他们切断中国企业，很好，但你的企业先倒闭，因为你失去了最大的市场和供应商。他们推动半导体独立，中国加倍掌握稀土与矿产，没有原料。你的技术就是空中楼阁，就是画在纸上的饼。他们限制中国科技，中国与那些被西方遗忘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联盟，那是未来增长最快的地方。而更棘手的是，中国打造了一个基于互惠互利的系统。只要你对中国出手，伤得更重的反而是你自己，这就是反身性原理。你想切供应链可以，但你要承受物价飙升、通胀失控、成长放慢。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这是物理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的对手在挖战壕，而你在发推特，那你最好祈祷战争永远不要爆发。但很可惜，商业就是战争。老一辈最懂的一句真理，也是我们在投资中必须遵守的纪律：一旦依赖太久，要离开会很痛，非常痛。日本知道，美国知道，而中国最知道。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日本与美国的追赶模式：新联盟、紧急会议、供应链重组、军事平衡，一场又一场关于竞争的宏大演讲。但竞争不是故事的本体，别被这些噪音迷惑了。真正的故事是，中国在塑造棋盘，日本与美国在适应棋盘。一个玩家设计游戏规则，其他玩家只能改变自己的棋步。如果你在玩别人设计的游戏，从概率学上讲，你一开始就输了。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那个甚至连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注意到的大转向。这场全球权力转移，直到太迟才被人看见。如果人生能教你一件事，那就是巨大的改变。一开始从来不像巨变，它们起源很小，很安静，几乎看不见，就像复利曲线的起始阶段，平缓的让人想睡觉。人们忽略它们，因为日常生活看起来一切照旧，但就在所有人忙着眼前的喧嚣时，世界悄悄地往另一个方向滑动。几十年来，人们被灌输了一种社会认同的偏见：美国永远会领导世界，日本永远跟随美国，中国会一直落在后面模仿。但世界没有走那个剧本，它走的是中国10年前写好的剧本。让我用最简单的话说明，这种权力转移不是靠战争这种低效的手段，而是靠依赖。在过去10年，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少听美国的，而更多听中国的。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国，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依赖中国。如果一个国家需要你的资金，需要你的贷款，需要你的贸易市场，需要你的基建狂魔去修路、架桥、建电站，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强迫他们重视你。根据互惠倾向和生存本能，他们自然就会重视你。这就是大多数人错过的部分。这不是军事的胜利，这是商业模式的胜利。中国在非洲建道路，在欧洲建港口，在墨西哥建工厂，在西方政府早已忘记的地方一块一块的拼图。
中国不只加强自己的位置，更在不开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削弱旧有的权力结构。美国仍有最强军力，日本仍有强大科技，欧洲仍有财富，但中国默默建立了更重要的东西——全球性的网络效应。当世界70%、80%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多过美国，当各国遇到财政困境时，先去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当供应链更多依靠中国的港口而不是美国的，你根本不需要地图就能看出世界重心在移动。这种变化就像看着一棵树成长，慢慢的、静静的，但一年又一年，复利的力量让它最终变成参天大树，你再也无法忽视它。而当你试图砍倒它时，你会发现它的根系已经包裹了整个地球。很多人问我关于护城河的问题，最好的护城河是什么？是让你的客户如果离开你，就会像离开氧气一样痛苦。中国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在国家层面上做到的。最有趣也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场转移几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美国人忙着内部政治争吵，甚至为了一个卫生间的性别问题争论不休。日本被经济停滞困住，像个走不出迷宫的老人。欧洲深陷内部矛盾，像个争吵不休的茶话会。而就在这段期间，世界已经悄悄地调整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这像什么？这像便利，更便宜的产品，更快的运输，更容易的合作。人们很少质疑便利，他们会拥抱它。但便利有代价，而这代价只有在便利变成刚需时才会浮现。让我告诉你一件长者最清楚的真理：当你太依赖别人，你最终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全球正慢慢理解一个事实：这场转移不是暂时，不是潮流，不是循环，它是结构性的，而结构性的变化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代。如果中国掌控电动车所需的矿产，中国就塑造交通的未来；如果中国掌控航道，中国就塑造全球贸易；如果中国制定技术标准，中国就塑造数字世界。一旦一个国家塑造了这些系统，它就塑造了未来。美国依然强大，日本依然强大，但他们现在是在逆流而上，逆着中国10年前创造的水流游泳。现在真正的问题，也是每个领袖、每个投资者都该问的问题很简单：世界正在迈向一个新的竞争时代，还是新的协作时代？因为世界接下来走的路将决定未来50年。当你看着今天的世界，很容易觉得一切都是突然改变的，但真相其实更简单，也更安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转变不是上周发生的，不是某个头条造成的，它开始于10年前，从那些没人注意的小步伐开始。中国下的是长局，美国与日本下的是短局，而世界总是跟着那个目光放在未来的玩家走。这就是全球权力转移的本质。它不会询问你的意见，它只是发生。人生里，提前规划的人悄悄地赢，反应太慢的人大声地输。这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这只是世界的运作方式，是达尔文主义在国家层面的体现。承认吧，西方世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以为世界是平的，而中国知道世界是有起伏的，并且占领了所有的制高点。那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查理，这对于我口袋里的钱意味着什么？我该把钱藏在床垫下吗？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他们听到危机就想到逃跑，而我听到危机，我想到的是机会。但前提是你必须站在正确的一边。首先，你必须戒掉你的投机瘾，看看现在的市场，加密货币、网红股票，
没有任何盈利，只有故事的科技公司，人们像疯了一样把钱扔进这些焚化炉。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快钱，他们没有耐心等待一棵树长成，他们只想买下一颗魔豆，并祈祷明天就能长到天上去。中国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巨大的财富，统治级的力量，来自于去做那些难而正确的事，去挖矿，去修路，去建港口，去整合那些乱七八糟的供应链。这些事情听起来一点都不性感，一点都不酷，没有硅谷的发布会那么光鲜亮丽。但是这些事情有壁垒。如果你的投资策略是基于下个季度的预测，那你就是在和那些拥有超级计算机的量化基金玩俄罗斯轮盘赌，你赢不了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策略是基于对必然性的判断，那你就拥有了优势。什么是必然性？必然性是无论谁当美国总统，全世界都需要更高效的能源。必然性是无论日本怎么抗议，东南亚的工厂都需要中国的原材料。必然性是无论你喜不喜欢硬资产的价值，在通货膨胀和地缘摩擦的时代，永远比纸面上的承诺更值钱。未来的日子不会平静，会充满选择，风险与转折，通胀可能会持续，供应链的摩擦会变成常态。那些习惯了过去30年平稳全球化日子的人会感到非常痛苦，但那些理解我们怎么走到这里的人，那些懂得逆向思考，懂得复利微利的人，将最有能力理解我们下一步往哪里。你需要重新审视你的资产配置，你持有的东西是建立在脆弱的泡沫之上，还是建立在坚实的供需关系之上？你投资的公司是在玩弄会计数字，还是在构建真实的难以被替代的竞争优势？不要被市场的噪音吓倒，也不要被繁荣的假象迷惑，要把眼光放长远，像中国在10年前那样，去寻找那些被低估的、被忽略的，但却控制着经济命脉的关键节点。因为整段故事最核心的教训，也是我想送给你们的最后一句话：未来不属于最吵的玩家，未来属于在游戏开始前就做好准备的玩家。这就是中国在10年前教会我们的一课，而大多数人直到今天才刚刚翻开课本。我知道听完这些，很多人会感到愤怒，或者想要反驳。你们会说，查理，你太悲观了，或者查理，你太看好中国了。这又是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不是在看好谁，也不是在看衰谁，我是在陈述事实，我是在用显微镜看数据，而不是用望远镜看梦想。事实是棋盘已经倾斜，事实是护城河已经建成，事实是复利机器已经运转了10年。你可以选择继续无视，继续在泡沫里跳舞，但当音乐停止的时候，相信我，音乐终究会停止的。你会发现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还站着。我是查理芒格，我希望你们能少一点愚蠢，多一点理性。毕竟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理性是唯一不拥挤的赛道。保持耐心，保持怀疑，永远反过来想。我们下次见。